我军的联合利剑大型军演虽然已经结束，但解放军的日常对台战备行动还远未止步。海军大量舰艇依然在台岛近海附近巡航，空军各型战机也依然在展开大规模对台飞行。很显然，随着美台勾结挑衅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军的军事准备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距离所有人期待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近。不过在这种时候，我们也不妨讨论一个问题：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时，我们应该选择何种策略？是直接一步到位，以雷霆之势展开针对性大规模火力准备后，千军万马过海峡，还是步步升级，以海空封锁为先导，隔离台湾本岛与离岛之间的联系，完全控制台岛的对外交通，封锁物资进出，在长期封锁之后瓦解敌抵抗意志，消磨敌反抗决心，以更小的伤亡代价取得最终胜利？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军事准备其实是倾向于前者的，这主要建立于一个基础事实，那就是美军能够有所反应。所以我们要在美军干涉力量到来之前，将台岛解放变成既定事实。这种目标是基于当年我军与美军之间实力差距过于庞大导致的。美军在当时可以毫无压力地实施介入作战，而一旦美军军事介入呢，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将会很难承受。解放台岛将成为一场事实上没有成功的战役，因此必须要以快打慢，争取在数天之内拿下大台北地区，并完成反登陆布防，利用既定事实的方式让美军无法介入。但随着这几年我军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在手段的灵活性与可选性上显然也增多了。我们不需要再惧怕美军的军事介入导致战役失败，相反，我们要充分考虑美军进行军事介入时彻底打赢美军。那么不是还仅有一天时间，千军万马过海峡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不是最优解就不好说了。就比如说对等反应、步步升级的策略，以不断升级的海空对抗手段，以长时间的封锁围困为抓手，最大程度激化岛上台军与普通民众间的矛盾，尽可能瓦解台军基层的抵抗意志。对现在的我军而言，想要达成这种目的并不困难。一方面是对台岛空域设置准禁飞区，要求一切台岛近离航班要接受我方的空管管制，先降落我国沿海固定机场接受临检后再放入台，机上全部人员都必须获得我国签证，否则予以遣返。另一方面则是对台岛进行全面的航运管控，要求所有船只遵行航空器类似规则，必须要进入我军指定港口接受登船检查，在确认没有违禁物品后组成护航舰队，然后在我军舰艇全程护航下过海峡。甚至这种手段的采用是可以步步升级的，从只管航运不管民航空运海域封锁升级到全面封锁，从对入台运输抽查升级到全面普查，甚至可以最后按照岛内人数计算口粮与基础物资的方式定量放行船只，实施全面配给制度。由于手段更加灵活多样，态势可以逐步控制升级，这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对等反应手段，即美台勾结挑衅一次，我们在封锁上就升一级。别忘了，台岛自己是从工业原料到发电能源，再到基本的口粮都没法自给自足的。一旦封锁展开，那么台岛面临的是发电量要保军事生产，还是保民生使用的问题。哪怕是食品，也要面临要保战备训练，还是要保平民生活的问题。再加上封锁带来的外援断绝的事实，很快就能让岛内军民关系激化，抵抗意志和士气瓦解，最大程度上减少我军登陆时遭遇的攻击，减少伤亡。不选择一步到位升级冲突，而是步步升级，不断加码封锁，也是在国际博弈上非常常见的选择方式，本质上是一种不断逼迫域外强敌做理性决策的方式。只要对手不能在合适的节点上做出介入决策，那么对对手而言就是满盘皆输。具体到台海问题上，就是不断压迫美国介入的空间，同时又给美国每一次升级做上理性退让的机会。如果我们在某个节点上选择直接跨海峡军事行动，火箭军、导弹与空军轰炸机起飞，岛上各军事基地开始响起爆炸，那美国高层肯定是在应激反应之下有一个明确的介入节点，在这个时间点选择让美军介入就可以。但如果我们模糊掉这个关键节点，采取边缘性手段不断压迫，就给美国做理性决策的空间，有了空间就会在选择问题上出错。现在我军军舰已经开进了台海24海里至12海里的海域，空军已经在贴着海岸线飞，美国显然不准备在这个节骨眼上投入美军主动展开作战，那我们直接在这个海域展开实弹演习，美国的决策者是选择介入还是不介入？
介入，那我军虽然升级了态势，但并没有进一步登陆展开，导弹也没有真的落到岛上去，找不到合适的政治与外交上成立的理由。不介入，我军可以进一步升级。等我军开始事实上封锁、进一步逼近的时候，美军介不介入？介入那与之前一样，找不到合适的军事政治借口。不介入，我们还能进一步升级。就是不展开最后行动。那台当局见到我军不断升级的手段之后随时就有可能投了。那到时候美国人就更没有理由介入了。政治与外交是博弈的艺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国已经有了相对明确的对于慢慢升级的样子。对台演习一次比一次升级就是一种体现，而这种层层升级之下，美国的政治决策也确实在步步后退。这种时候，我们再去关注千军万马过海峡的节点，似乎也没有那么必要了。